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首日大涨，为什么反而会让你手上的美股变得更危险？因为市场不是在告诉你所有人工智慧股都可以追，而是在重新排队。SK 海力士7月10日首日收盘比定价高出1成多，前一天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收涨约3%。表面上是热钱回来，真正的信息是资金正在找瓶颈、找强股，也会更快淘汰。只会讲故事的股票，你现在要问的不是人工智慧又能不能炒，而是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是被留下还是被淘汰。我是 Rich 张富友，12年实战，我不靠名牌，不靠内幕，用一套连10岁小孩都看得懂的强势股方法，带你顺着趋势找买卖点，看懂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走。技术分析真正有用的地方，不是预测明天涨跌，而是帮你把趋势、买点、止损和风暴比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交易决定。就算你一只美股都没买过，这条片你一样听得懂。你不用先懂所有财报名词，也不用每天盯着市场，你只要先明白一件事：股票不是赌大小，真正成熟的做法是先看大势，再看板块，再看哪一批强势股被资金留下。我的立场很清楚，人工智慧主线没有结束，但闭眼买人工智慧的阶段已经结束。接下来美股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更挑股票，强的会继续被资金抱住，弱的会在反弹里被淘汰。你如果手上有英伟达、超微、博通、Meta 或者半导体指数基金，现在最应该问的不是人工智慧还能不能炒，而是下一轮资金会留下谁，又会淘汰谁。如果你想研究一家公司长期值不值得持有，那是 Chief Papa 的价值投资主场。但如果你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人工智慧股回档能不能追，买点在哪里，错了怎样走，这就是我的主场。对照上一轮科技浪潮，硬体会先跑，真正的生产力要晚一点才出来。对交易来说，人工智慧股还能看，但不能乱追。先看资金留在哪一批强股，再等价格和成交量确认。Meta 只是把市场的焦虑推到台前，2天股价震荡，终结不了一场可能延续多年的技术革命。但它会提醒你，市场已经不愿意再为每一个人工智慧故事付同样的价格。现在真正要看的是这场技术革命走到哪一步，哪些公司还能拿到资金，哪些公司只是靠故事撑住估值。很多散户看人工智慧，时间尺度太短，股票跌2天就觉得人工智慧完了，英伟达创新高就觉得人工智慧永远涨。可是技术革命不是这样运作的。高盛那份研报的核心意思是，技术从突破到真正变成整个经济的生产率，不会一夜之间发生，中间会有一段很长、很不舒服，甚至数据上看起来没有效果的时间。用上一轮资讯与通讯科技浪潮做对照，个人电脑在1981年左右已经商业化，但美国真正明显的生产率繁荣，要到90年代下半段才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市场和企业先投硬体，先买设备，先建基础设施，可是宏观数据不会马上变好，中间有一段时间投资很多，成果不明显，甚至可测生产率还会被拖累。这对今天人工智慧的启发很大。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巨头大手买图形处理器，建资料中心，签电力，买网络设备 ，Meta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都在用很高的资本支出去抢算力。这一段最容易受益的是硬体和基建，所以前面几年英伟达、博通、记忆体、电力、散热、伺服器会跑得很强。真正的问题在后面，硬体先涨，生产率不会立刻跟上。公司买了图形处理器，员工不会自动变高效。公司接入人工智慧，流程也不会自动重做。银行、保险、专业服务公司有了人工智慧工具，收入和利润也需要时间反应。真正的生产率红利要等企业把流程、数据、组织、培训一起改掉，才会慢慢出现。所以我会这样说，单看 Meta 一条消息就判断人工智慧到头，这个结论太粗糙。我的框架是，人工智慧第一阶段的硬体建设已经进入高位震荡，第二阶段的企业生产率才刚要开始，中间这段最容易洗走没有规则的人，也最容易分出真正的强股。高盛这个题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 J 型曲线，就是说一开始你投入很多钱，成果反而不明显，等基础打好，流程改好，使用习惯成熟之后，生产率才突然向上。在上一轮资讯与通讯科技浪潮投资增加之后，前几年对可测生产率甚至可能有轻微拖累，正面效果大概要几年后才变得明显，之后才到高峰。这句话对投资者很重要，因为它提醒你，
市场最容易误判技术革命的地方，就是把短期看不到成果，误以为长期没有价值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延迟？以前资讯与通讯科技初期，关键设备很贵，半导体、通讯设备、网络建设都不是一下子便宜。当成本降不下来，渗透速度自然慢。对应到今天人工智慧，就是图形处理器、高频宽记忆体、资料中心、电力都是瓶颈。人工智慧越热，巨头的资本支出越大，市场就越会盯住自由现金流，这就是成本瓶颈。第二个是网络效应，很多技术要到足够多人使用，价值才真正放大。网际网络当年就是这样，不是有了电脑就马上改变所有生意，而是要等企业、消费者、软体、生态一起成熟。人工智慧这一轮有机会比网际网络快，因为模型可以直接嵌进现有工作流程，不一定要等所有人重新连上网，速度加快，磨合期仍然存在，这就是市场会反复震荡的原因。最关键的是无形资本，你买了硬体，还要投资软体、数据、流程重组、员工培训、管理方式改变。上一轮资讯与通讯科技每1美元硬体投资，背后还需要大约1.7美元的互补性无形投资。这说明一件事，真正让技术变成生产力的是企业有没有能力把机器用起来。把这个逻辑放回人工智慧股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能只看图形处理器。图形处理器是第一段，资料中心是第一段，电力也是第一段。后面真正要看的是哪些行业开始用人工智慧提高收入、降低成本、改善利润率。资讯、专业服务、保险、金融这类行业可能更早看到生产率改善。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名单方向，不是只盯着卖铲子的公司，也要开始看谁能把铲子变成金矿。SK 海力士这次美国存托凭证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例子，它不是普通上市新闻，而是市场用真金白银告诉你，高频宽记忆体仍然是人工智慧供应链里面很关键的瓶颈。149美元定价，约265亿美元集资，认购达到7倍，再加上首日收在168.01美元。说明大资金还在找供应链里最紧缺的环节。但这里不是叫你因为首日大涨就追，而是把记忆体和半导体放进观察名单，进场位置仍然要交给价格和成交量确认。那人工智慧这一轮会不会比当年网际网络更快？我觉得这是整个框架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。高盛偏乐观，原因是人工智慧模型成本下降，比当年的资讯与通讯科技设备更快。而且人工智慧对网络效应的依赖可能没那么重。这句话翻成投资语言，就是人工智慧的扩散速度比上一轮技术浪潮更有条件加快。以前一间公司要用网际网络，要买设备、接网络、写系统、改流程。现在很多人工智慧工具是直接嵌到办公软体、客服系统、开发工具、数据分析平台里面，公司不需要从零开始，就可以把人工智慧放进工作流。这一轮人工智慧扩散会更快，瓶颈也会更清楚。硬体投资已经跑在前面，甚至比当年网络设备建设期更猛。真正慢的是无形资本，也就是人员培训、企业组织重构、流程改造。相关估算提到，2026年人工智慧相关无形资本支出大约2800亿美元，相关劳动力成本约每年1500亿美元，组织资本投资约每年400亿美元。方向已经很清楚。硬体只是第一段，企业能不能把人工智慧用成生产力，才会决定下一段赢家。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慧股现在会分化。市场一开始买的是谁卖硬体，因为最容易看见，订单最直接，收入最先出来。估值涨到高位之后，市场追问会变得更尖锐。谁能证明人工智慧真的帮企业赚更多钱？谁能证明资本支出不是只把钱烧进资料中心？谁能从工具变成现金流？Meta 这个例子放在这里就合理了。它提醒市场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巨头花了太多前件算力，下一步一定要证明回报率。这次市场最反常的地方是前面才担心算力可能过剩，后面又看到 Meta 自研晶片 Iris、博通支援设计、台积电代工，还有2027年算力翻倍到14吉瓦的目标。我的看法很直接，这不是人工智慧需求消失，而是市场开始要求巨头交出回报率。同样道理，英伟达要看客户能不能继续买，买完之后能不能赚回来。博通、阿里斯塔网络、美光、SK 海力士要看订单、毛利、库存、价格和图表承接。当市场开始问回报率，弱的人工智慧概念股会先被淘汰，真正有盈利、有瓶颈位置、有资金承接的强股才有机会走下一段。现在讲回美股大盘，
我的判断很鲜明，人工智慧主线还在，美股没有因为几条消息就转成崩盘格局，真正变了的是市场不再奖励所有人工智慧股票，资金会集中到能证明订单、毛利、现金流和技术强势的公司。你看最近市场走法，指数在高位附近，人工智慧硬体和科技股一有坏消息就震荡，这代表市场不是没有钱，而是资金开始变挑剔。以前只要跟人工智慧有关，市场愿意给估值，现在不一样，市场会问你有没有收入，有没有利润，有没有订单，技术面有没有买盘支撑。而且现在的半导体已经不只是科技股，它同时是政策股、供应链股、资金流向股。美国希望把更多先进记忆体和晶片产能拉回本土，美光也把美国投资计划拉高到2035年，累计2500亿美元。这件事对散户很重要，因为半导体股一旦被政策、资本支出、地缘政治同时推动，波动会比普通成长股更大。我的操作态度很清楚，主线继续看，弱股反弹不做，强股回到可控风险位置才做。所以现在我不会问一句人工智慧能不能买就下决定，我的答案是能看，前提是看强弱；能做，前提是等讯号。这正是我做美股强势股时最重视的顺序，先顺势，再选强，最后要会走。先用致富雷达看谁真的跑赢大盘，再用致富密钥等风险可控的买入点，最后用致富护盾，先想清楚，如果我看错，应该在哪里止损。致富雷达放在这里，就是不要让你被新闻牵着走。同样都是人工智慧消息，有些股票跌下来很快收回，有些股票反弹2天就无力，前者可能是真强势，后者可能只是跟风。大盘层面，我会看纳斯达克和标普500能不能守住短中期均线，尤其是回档时有没有很快收复失地。板块层面，我会看半导体、云端、电力、软体、金融科技这几条线，哪一条还能跑赢大盘。个股层面，如果相对强弱、长期落后，或者 RS rating 连85都站不上去，我不会因为它挂着人工智慧3个字就硬做。致富密钥放在这里，就是提醒你，买点不是最低点，更不是看到大阳线就追。低风险买点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知道止损距离有多远，也知道上方空间值不值得。以英伟达这类领头股为例，如果拉回后守住50日线，反弹时成交量回来，并且跑赢纳斯达克，我会把它当成强势股，正常整理。那些跌穿平台、反弹没有量，连大盘反弹都不跟的人工智慧概念股，我会直接淘汰。致富护盾放在这里，就是让你先保命，再谈赚钱。很多散户第一个念头是这只能涨多少？我会先问，如果我错了，我最多输多少？这个问题一问出来，你就不会因为一篇研报、一条消息、一根大阳线就冲进去。我的立场是，人工智慧生产率故事还在早期，交易上只接受风险可控的位置，长期故事要配合正确买点，短期回档用来检验资金承接。真正成熟的做法是把这些讯号变成交易地图，先看硬体基建还有没有订单和价格支撑，再看人工智慧应用和企业生产率有没有开始出数据，然后看大盘和板块相对强弱，最后回到你的买点、止损和风暴比，这样你会有清楚立场。主线未完，强势股优先，讯号未到，宁愿等待，跌破规则直接离场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你其实已经摸到一小段银饰技术的逻辑。今天我们不是只在讨论人工智慧是不是泡沫，也不是只在讨论 Meta 或 SK 海力士哪一条新闻更重要，你真正要拿走的是一张路线图，先看人工智慧这个大周期走到哪里，再看资金集中到哪个板块，然后才回到具体强势股，买入点、止损和风暴比。你今天看懂了人工智慧周期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是把这个周期翻成你自己可以执行的动作。股票急拉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追高？股票回到支撑附近，你知道这是机会还是陷阱？买进去之后，你知道错了在哪里走，而不是连跌2天就慌。问题不在于你不努力，也不在于你少看一篇新闻，真正的问题是你还没有把市场故事翻成交易规则。Meta 的消息、高盛研报、人工智慧、资本支出、生产率、英伟达图表，每一个都重要，但它们不能直接等于买入。你要先知道谁是强势股，再知道哪里才是低风险买点，最后还要知道如果判断错了，止损点在哪里，这笔交易的风暴比到底值不值得。一般我会希望一笔交易至少有接近3:1的风暴比，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判断正确，真正救你的是每次出手之前就先把风险算清楚。所以我不会在这里一下子塞太多内容给你，你现在更需要的
是先把最基本的进出场判断练起来。我准备了一堂60分钟银饰技术公益课，而且是免费的。你刚刚听到的雷达、密钥、护盾，我会在课里用更完整的方式拆给你看，怎样用相对强弱找出真正强过大盘的股票，怎样等到风险可控的买入点，怎样在进场前先算止损和风暴比。如果你最近最痛的问题是看懂人工智慧故事，却每次买在错的位置，看见股票拉回，却分不清是机会还是陷阱，手上有股票却不知道跌到哪里，代表自己看错，那你不要再靠感觉做下一笔交易。连结我会放在下方，先把这堂免费公益课听完，再回来看人工智慧、英伟达、半导体和大盘，你会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等什么讯号。回到今天这条片，我的结论很清楚，人工智慧主线还没到头，真正值得我们拿走的，不只是 Meta 这个例子，而是高盛那个时间框架。按上一轮技术革命的经验，真正的生产率故事很多时候是滞后的，甚至在最早期，数据看起来会不漂亮。人工智慧第一阶段是硬体，第二阶段是企业能不能把人工智慧变成生产率，第三阶段才是更广泛的利润、税基和财政改善。现在市场正在从第一阶段往第二阶段过渡，这个过程一定会分化，强股会留下，弱股会被淘汰，有现金流、有订单、技术面有支撑的公司和只靠概念支撑的公司，走势会越来越不一样。所以你现在要问的不是人工智慧到底完了没有这么粗糙的问题，你要问的是大盘有没有守住，板块是不是仍然跑赢，领头股拉回有没有买盘支撑，企业人工智慧应用有没有开始变成收入和利润。答案慢慢变好，我们就等低风险买点；答案转差，我们就先保护本金。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现在最想我拆哪一条人工智慧线？英伟达和半导体、Meta 和超大科技股，还是云端算力公司？我可以下一条直接用图表和风险回报帮你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，通过实事来简单的讲给你听。也请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最后提醒你，这条片只做教育和思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每个人的本金、仓位、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，真正下决定之前，一定要先按自己的情况做好判断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